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安芳，欢迎收看 Dr. Gracie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，一个人一辈子都没做过爱会怎么样吗？当然不会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就几个点来探讨。第一个，如果是针对最致命的，就是生命，你会不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死？当然不会死。你一辈子不做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做爱也没有关系。对生命它是没有威胁的。心理上面是，如果你本身对性就没有什么需求的话，那当然不会怎么样。可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对性有欲望、有需求的人，但是你选择用压抑，那就有可能因为长期压抑导致你之后的心理的变化，影响你的生活等等的。那再来就是社会的观点，你在不在乎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，或是在你身上的评语？那世界上有没有人真的不需要性也能感受到爱呢？像比如说像无性恋者，无性恋者呢，他指的是失去或他缺乏对一个人的性吸引力的要求或是追求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会不会引发我的性欲，对他来说好像不存在，但是不代表他不喜欢做爱。他不喜欢性这件事情，因为比如说性，我可以透过我自己满足，或者是我的性，我不需要透过性吸引力。什么叫性吸引力？比如看到很帅的，看到很漂亮的，看到黄色书本，有这个说法吗？黄色小说有这个说法，只是很老而已。好的，就是他对这个比较没有这种需求，但他是会享受这件事情的，所以不见得无性恋者他就不做爱。当然，无性恋者也是有一部分是完全不需要做爱，因为他就是不需要性吸引力。但是无性恋者他们会有的性欲，不见得是需要靠人来满足或是怎么样。那这个跟柏拉图式的恋爱又不太一样。柏拉图式里面的人是会有这样子，他并不代表他们不做爱，只是柏拉图式恋爱的人，他们更追求，他们更相信爱不一定要从性爱当中获得，他们的爱可能是更灵魂、更探讨、精神层面。柏拉图式恋爱的人呢，闻到香气会想吃，但是会想吃一定要透过吃饭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去散步，我们可以去聊天，就觉得饱了。那无性恋者呢，是闻到香气。我没有感觉，我不会因为闻到香气想吃饭，但是我很享受我吃饭的过程。你要说一个无性恋者跟柏拉图式恋爱的可以重叠的，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不同的东西。假设如果是无性恋者或者是柏拉图式恋爱的人，他们一辈子都不做爱会不会怎么样？当然不会怎么样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性的需求上面没有这么多，那他们有其他获得他们爱，或者是有些人是不需要恋爱的，他是把他的爱已经扩散到更大了。我爱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不需要跟某一个人进行单一式的关系。那这样的人也不一定要做爱，他可以用其他方式获得他心理当中的满足就好了。那假设我们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明明闻到香味就会想吃饭，我明明就是一定要吃一顿饭我才觉得饱，我硬要告诉自己不吃也不会死，那我就看着图片假装说服自己饱了，可是你就真的没有饱，你一直压抑这个感觉久了就会出问题。就是你要发自内心的不想做这件事，而不是你得不到说服自己不需要。对，没错，这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得不到说服的话，那绝对会有精神上面或是有社会上面的问题。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是哪一种人，但是无性恋者啊、同性异性恋者啊，或者是柏拉图式恋爱的人，我觉得这些在网络上面都会看到大家对这些名词会有一些混淆。你是哪一种呢？喜欢影片的人记得按赞、订阅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